继续讲董仲舒。上次说完了天人感应，这次说董仲舒的人性论。在人性论方面，董仲舒综合了孟子和荀子的性善和性恶，认为人刚出生的时候，既有善的潜能，又有恶的潜能。用董仲舒的话说，就是既有性又有情，性就是本性的善，情就是本性的恶。天地之所生，谓之性情，性情相与为一名，情亦性也。天地所赋予人的就是性情，性情是一个整体，情就是性，性和情都是与生俱来的，人生来有善也有恶。性表现于外就是仁，情表现于外就是贪。人之诚有贪有仁，人贪之气两在于身，身之名取诸天，天良有阴阳之势，身亦良有贪人之性。一个人的本质之中有贪也有仁，人贪两种气，人身上都有。人身是从天获得的，天有阴阳二气，那人也有贪和仁两种本性。身之有性情也，若天之有阴阳也。言人之智而无其情，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。人有性情，就好像天有阴阳一样。如果说人的本质里只有性而没有情，这种说法就好像说天只有阳而没有阴一样，是不对的。然后治国理论。到了汉朝，随着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的建立，在思想上就要为这种制度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董仲舒因此提出了一个政治大一统的观念。他的思路很简单，因为皇帝是天的儿子，皇帝的军权是天授的，所以我们都要听皇帝的。君人者，国之本也。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，崇本则君化若神，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。无以兼人，虽郡行重诸而民不从，是所谓屈国而弃之者也，患庸甚焉。君王是国家的根本，治理国家实行教化，没有比崇尚根本更重要的了。崇尚根本，那么君主的教化就像神明一般；不崇尚根本，那君主就无法胜过别人。无法胜过别人，虽然用严厉的刑罚，可人民还是不服从，这叫做把国家抛弃。哪里有比这更严重的祸患呢？春秋之法，以人随君，以君随天。曰：远民臣之心，不可一日无君。故屈民而身君，屈君而身天，春秋之大义也。春秋这本书所说的道理是，人民要服从国君，国君要服从上天。依照臣民的心理，不能一天没有国君，所以要抑制人民而伸张国君，抑制国君而伸张上天，这就是春秋的大义。除了政治上统一于君王之外呢，文化上也要一统。春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仪也。春秋推崇大一统，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，是古今共通的道理。今师义道仁义论，百家书方旨意不同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，法之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相异，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，意志也不一样，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，法令制度多次改变，百姓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务使并进。邪僻之说灭息，然后统计可依而法度可明，民之所从矣。臣愚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说都一律禁止，不许他们同儒学一样发展。邪僻的学说消失了，学术系统就可以统一了，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了，人民也知道服从的标准了。这里边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就是诸不在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务使并进。这就是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啊。汉武帝就是听了董仲舒的建议，设立太学，这个是当时的最高学府，以儒家的诗书礼义春秋五经为教材，专门学儒家。进入太学的学生呢，成绩好的毕业了就可以做官儿，这样太学就不但是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，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。每年上千儒生从太学毕业，进入各级政府，走上领导岗位。帝国政府慢慢的就由儒生组成了。
从汉武帝以后一直到清朝灭亡，2000多年的时间，帝国政府一直都是由儒生掌握的，儒学也一直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，这就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。汉武帝独尊儒术，并不是说其他学派的东西就不让学了，就都给禁了，不是的。其他学派的你还可以学，什么老子、庄子、韩非子都随便看，但问题是你看了也白看，公务员考试不考你看了有啥用？最后总结一下董仲舒的思想。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。董仲舒的天是人格神，是百神之君。然后为什么天人能感应呢？因为天人同类，同类相感，所以天人相感。天人相感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意和祥瑞。然后人性论，把人性分成性情两部分。治国理论，讲政治一统和文化一统。董仲舒就说这么多，剩下时间简单说一下谶纬。什么是谶纬呢？先说谶，谶就是能够预言吉凶祸福的隐语图画物品，用语言形式表达的称为谶语，用符号图画形式来表达的叫做图谶。谶这种谜语式的预言由来已久，据说秦朝的时候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语。秦始皇以为这个胡指的是胡人，北边的匈奴啊，于是花大力气对付匈奴，玩了命的修长城，却没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，而是秦二世胡亥。秦二世而亡，正好验证了这句谶语。那什么是纬呢？纬是相对经而言的，经纬最早是指织布时候的横竖两条线。用织布机织布的时候，先把竖线车好，然后再一根根的往里插横线，竖线就叫做经，横线就叫做纬。比如现在地球的经纬度也是这个意思，竖着的是经，东经多少多少度，横着的叫纬，北纬多少多少度。经比纬重要，经是先扯好作为基础的线嘛，经就有总纲标准的意思。儒家的经典都叫做经，佛经也叫经，就说这些书啊很重要，可以作为万世之标准。一般的书是不能叫经的，必须很重要的书才能叫经。到了汉朝的时候，出现了很多解释经的书，大家就管这种书叫做伪书。伪书一般托为孔子所作，经常把儒家的经义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、各种方术迷信相糅合。伪书中有相当多的谶语，以谶语来附会释经，于是就有了谶纬这个名称。所谓谶纬，指的就是里边有很多谶语的伪书。谶纬的产生，从时间上来讲，谶在先，纬在后，谶纬不同时。秦朝的时候就有谶语，陈胜吴广起义时候那个大楚兴陈胜王就是谶语，谶语的出现是很早的。谶语跟伪书结合起来，正式产生谶纬呢，要到董仲舒跟汉武帝之后。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，追求长生不老，使当时社会上的方士们大量涌入朝廷。方士就是主要研究炼丹、方剂、阴阳术数这么一批人，这些人受到武帝的极力尊崇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皇帝既然喜欢，那就有很多人学习方术，以希望由此飞黄腾达。同时，在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之后，儒学独领风骚，一跃上升为学术正统，成为选拔官吏的一项重要的考察内容。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，人们纷纷争学儒术，这样方士与儒生就成为了帝国的宠儿。那两样都会，岂不更好？于是社会上面出现了诸多的方士化的儒生，方术与神话的儒学并行发展。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，就是这一历史发展的直接结果。看一下谶纬谶语的实际应用。谶语是一种政治化巫术，那必然的要应用于政治。咱们讲一个王莽篡汉时候对谶语的应用。汉平帝元始元年，公元1年，乐商这个地方的蛮人献白雉与王莽，白雉就是白色的野鸡。蛮人献白雉被视为白雉之瑞。据说当年周公摄政时就有过白雉之瑞，现在又出现白雉之瑞，证明王莽是天选之人。于是太后下诏赐王莽安汉公爵位。元始5年，公元5年，汉平帝死，王莽立年仅2岁的刘盈为皇太子。
在武功县这个地方，一个叫孟通的人掘井时发现一块上元下方的白石，白石上用红笔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。白石丹书命王莽为帝，于是王莽代天子朝政，称摄皇帝。此后伏命屠谶层出不穷，如求贤让位、汉力中衰更当受命等等，意思都是王莽为真命天子。于是王莽顺应天意，于公元8年即天子位，定国号为新，王莽代汉完全成功。除了王莽呢，后来的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的时候，也有人献来辅谶，说刘秀是奉天承运，刘秀当然是很受用啊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也是利用谶语，号称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作为自己的宣传口号。谶纬谶语在西汉兴起至东汉盛行，魏晋以后，为了防止民间利用谶语造反，统治者都是严禁谶语的。谶语虽然屡遭禁绝，但这个东西的生命力比较顽强，每到社会动荡的时候，它就会冒出来。只要有人造反，基本都要通过谶语来制造舆论。谶纬呢，就说这么多。最后我简单预告一下后20讲有什么内容。现实政治学还差1讲就完事儿了，讲一下王充的天道自然，然后魏晋玄学有5讲，主要介绍4个人：王弼、阮籍、裴伟、郭象。郭象的自生独化会说的多一点，然后中国佛教简单讲1次，道教讲3次，介绍道教的发展历史，还有道教的技术，技术包括仙术和法术，主要讲一下内丹术。最后14课讲一下宋明理学，主要介绍朱熹和王阳明。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先休息一下。